于北堂洗过2次澡，还能闻到流氓恶臭的口气，胃里翻腾，折腾到凌晨3点还没睡着，脑子里不断重复今晚发生的事，再有下一次该怎么办。少年身影突然出现，那伙街头流氓害怕林庭月，他才来咱们这3天，别说是你女朋友，你要是看上了，让给你就是。如果她是林庭月的女朋友，那些流氓是不是就不敢再来骚扰？念头一出，于北堂不由冒了一身冷汗。他和林庭月相识不过2天，与擦肩而过的路人没区别，怎么可以为了自己不被骚扰，就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？还是个不会讲话的少年，这想法与过去母亲的教育背道而驰。他驱散了这突然冒出来的邪恶念头，总有办法解决的。第2天，于北堂起晚，餐厅只有赵生一个人在吃早饭，少有的父女时光。他坐过去，搅动碗里的粥，迟迟没往嘴里送。爸，今晚还是夜班，要连上10天。赵生喝着粥答。10几年的空白，亲生父亲也是陌生。况且赵生要工作养活一大家子人，叫他不上夜班，来校门口接自己放学的请求，卡在于北堂嗓子里说不出。见女儿欲言又止，赵生问：怎么了？在学校不适应？于北堂摇头：没事，有事和爸说。赵生信誓旦旦：这附近的邻居老师我都认识，没拥有过更容易被打动。听父亲这样说，于北堂打开心扉。这附近有一伙地痞流氓，其中一个左脸上有条细疤，你认识吗？你说刘义强？赵生不以为然。那小子随他爹一样不干正事，初中没读完就被学校开除，偷鸡摸狗，什么都做，3天2头进警察局。于北堂，谁能管住他？赵生，他老子呗。刘峰喝多酒往死里打他，脸上的疤就是他爹打的。你认识他爸？乡里乡亲的谁不认识？赵生大口愉悦地吃着包子。你问他做什么？于北堂像抓住救命稻草，一股脑地说了全部请求。爸，刘义强总在巷子里堵我，你能不能去和刘义强家长沟通一下，让他以后别堵我？赵生咽下包子，呼噜一大口粥，不甚在意道：他堵你做什么？于北堂低头：要我做他女朋友。呵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！赵生抽出张纸擦擦嘴，不满道：我和你妈妈结婚第1年，他就说我朋友骚扰他，要我去给他讨说法。我去问了朋友，根本没有那么回事。张口就是别人的错，从不反思自己。他不穿裙子会有人摸他腿，穿得花枝招展，还怪别人对你想法。附近这么多女学生，刘义强怎么不堵别人，偏偏堵你？反思一下原因，少像你妈一样穿那些花枝招展的衣服，头发也剪短，别留这么长，刘义强自然不会再找你。遇见刘义强的那个下午，于北堂穿着款式简单的牛仔裤，领到校服后穿校服，头发一直规矩地扎着马尾，哪来的花枝招展？况且穿什么是个人自由，不能成为被伤害的理由。似有一盆冷水兜头而下，他从头到脚凉了个透。于敏极少讲赵生的事，多年空白导致于北堂对父亲有很多幻想，从不知他如此守旧懦弱。他放下没喝完的粥，拎起书包往外走，到门边赵生喊他：放学和露露一起回来，再去把头发剪短就没事了。回应赵生的是重重的关门声。包露在学校有自己的闺蜜团，恨不能躲于北堂18万千里。赵生却看不出一点包露不喜欢于北堂，时常把2人往一起撮合。殊不知，包露从没有把他那些话放心上。于北堂转学第1天，包露放学就没等过他，以后也不可能一起走。眼看上课要迟到，于北堂还慢吞吞地走在路上。男女体力悬殊，拼体力他毫无希望，指望不上家长，还能找谁？他向老师请假，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去附近派出所，与民警讲述被刘义强骚扰的全过程。民警承诺会找刘义强，安慰他回去安心读书。回学校平静地度过一上午。午休，于北堂接到条陌生号码的短信，赶去报警。你给老子等着！于北堂盯着这一行字，掌心泛起一层冷汗。在丰序县有他手机号码的人极少，刘义强怎么知道的？他颤抖着走回：你从哪弄的我手机号码？刘义强，只要一吓唬你，那个怂货弟弟什么都敢做，他还把你的内衣拿出来了，要不要看？今晚陪我。报警的事一笔勾起，不然有你吃的！赤裸裸的恐吓。于北堂深深一吸，强迫自己冷静，握着手机去操场打派出所的电话，找到早晨接待他的那位警官，讲述了短信的内容。刘义强这些街头混混，大事不犯，小事没完，嬉皮笑脸答应的痛快，实际转头就不听，关进去拘留些日子，出来还犯，像墙面的小广告，清除掉又有人贴，民警也无奈。
等会儿我再去找他一遍。晚上最好叫你家人来学门口接你，有家长在，他们就不敢了。于北堂对赵生失去希望。我爸上夜班没空，我妈去世了，他说了不情之请，能麻烦您能来接我吗？接应他的民警人很好，一口答应。放学路上，民警说刘义强不承认骚扰过你，反向我要证据。你家附近那条路没有监控，你本人也没留录音、影像等其他证据，拿不出证据我们也不好办。刘义强常年和警察打交道，对警方办案流程了如指掌，还有他想报警、想去超市求帮助等手段都被刘义强识破，甚至提前摸清赵生一家人的情况，确定无人能出面帮忙才来堵他，不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想在他手下留证据谈何容易？手机响动，于北堂低头解锁。陈希平，这几天怎么样？北川离丰胥县很远，表哥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于北堂不想给他增添烦恼，流利的回：老师、同学，我爸一家都对我很好，放心。民警处理过类似的情况，给于北堂建议，家长不能每天接你，可以找同学结伴而行，有人在他多少会忌惮，而且有人帮忙也好留证。一路上，于北堂对民警讲了数次感谢，临别前好心民警说，实在不行，明晚你再打电话给我。于北堂心里暖暖的，道别回到家，暂时清空大脑，戴上耳机写班主任给的卷子，写完题上床才重新思考这件麻烦事。刘义强目前的行为处罚办法是500元以下罚款，或5天内的拘留。拘留日期到了后，刘义强变本加厉，又该怎么办？于北堂脑海中再次浮现少年高高瘦瘦的身影。刘义强的父亲他不认识，民警不可能每晚来接送他回家，而林庭月与他同班，又是邻居，是最好的选择，甚至不需要林庭月亲自陪伴，只要承认她是他女朋友，刘义强就不敢再来。邪恶的念头在深夜疯狂生长，无法克制。天明，理智回笼，于北堂又将深夜那些念头压回去。他听从民警建议，找了还算熟悉的范康一起放回家。或是刘义强被林庭月吓住了，一连几天没出现在放学路上，于北堂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些，与范康慢慢熟络起来。路上他问林庭月怎么都不上晚自习。范康，中考状元要去11中的，咱们学校给他免除高中3年所有费用，还给奖学金。林庭月才过来，特招生其他方面也会特殊处理。哦，那他晚上干嘛去？给他小姨看店，关门后去 KTV 上班。于北堂从包露娜听过林庭月单身，为100%确定。他问林庭月有女朋友吗？范康脚步一顿，你看上他了？当然没有。但于北堂没否认。范康竖起拇指，勇气可嘉。林庭月很难追的，有多难追？你没发现林庭月根本不理女生，她要上学、看店、打工，还要和梨子姐一起做项目，太忙了，没有时间想那些。走到岔路口，范康说：“我家在这里面，走了哈。”于北堂只说要和范康一起放学，没说要范康送他回家，不好再挽留，挥手和范康再见，又要独自进那条小巷。于北堂调出手机录音功能，防止刘义强抢他手机直接放进书包夹层里。路灯的橘色光芒仿佛照不亮这狭长曲折的小巷，只有无尽的漆黑和阴凉。于北堂摸摸母亲生前送自己的项链，踏进小巷，熟悉的口哨声响起，他汗毛直立，脚步加快，不敢回头。想跑呀，报警时候的勇气呢？一个女孩就算有再强壮的身体，也对付不了4个成年男人。刘义强拿准于北堂没办法对付他们，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，笑他慌张惊恐的模样。拘留所包吃包住，挺好的。我们今年进去过2回，最近兜里正好空了，你最好能给我们再送进去1回。这些人像狗皮膏药一样难缠。于北堂抬腿要跑，忽然见小路里拐出一个头戴棒球帽的少年，帽檐压得低，一看便是林庭月。他跑上前死死抓住他衣角，超大声音喊：“林庭月！”林庭月拧眉，不耐烦地向下瞥了眼，抓着他衣角的手肌肤白嫩，手指纤细，干净柔弱，却抓的衣服皱成一团。这些天，于北堂在校内校外与林庭月见过多次面，但他并没有熟人间的亲昵，也没有范康那样的热情，总是冷漠中透着凶气。他无法讲话，眼神却说得明白，分明在提醒他手拿开。于北堂顾不上林庭月的态度，凑近小声说：“刘义强他们在后面，拜托了。”林庭月回头看眼，转过来，抬腿向前，没再管抓着衣角的那只手，帽檐遮住那双狭长的冷眸。于北堂猜不出林庭月是好心帮忙，还是懒得管。他提着一口气，用力抓着他衣角，
像握住全部希望，直到身后没了下流的嬉笑和脚步声，才长长的松起，放开手说谢谢。没有回应。林庭月穿件松垮垮的卫衣，衣角被捏出褶皱，于北堂掸了掸，褶皱没散。他歉意道：“衣服皱了，我重新买件给你。”回应他的是一阵风。林庭月头也没回的走了。于北堂看得出林庭月不回应，不是因为不会讲话，单纯是不想搭理人。他的世界不允许未经允许的人踏入，怪不得包露的闺蜜每晚偷看也不敢表白，这人确实不好追。林庭月骨相优越，长得不凶，就是眼神拒人千里之外，自然流露出的冷漠有着强烈的距离感，照成凶拽不好惹的气场。而这冷感不是刻意凹出来的，是无牵无挂，没有希望也无所无惧的死寂。没有希望，不惧怕死亡，这才是他真正可怕的地方。这样一个冰凉到骨子里的人，应该不会被轻易伤到。于北堂停在1楼没往上走，感应灯熄灭，楼道陷入漆黑。昨晚消散的念头又疯狂生长出来，难以压制。他迈步跑出去，向那身影喊：“林庭月，等一下！”